嗨，大家好，今天我想来分享一下爱尔兰大学教育和中国大学教育的不同。我所对比的学校是我现在在爱尔兰的 college 学校和我以前在国内上的 university 大学。我不太清楚能不能把爱尔兰这儿的 college 学校叫成国内的大专，我估计应该是不行的，因为爱尔兰这儿最好的一所学校其实叫圣三一学院，它的英文名叫 Trinity College Dublin， 所以我估计应该是不行的。我们就直接来说不同点吧。首先说那个考试形式的不同点，国内的话呢就是做题，而在爱尔兰这儿的话，我第一学期4门课全都是通过大作业的形式 project 的形式。每门课基本上都有2个大作业，每个大作业可能都给你分配1个月的时间让你来完成。然后它的大作业可能很多同学的大作业的题目都是不同的，可能比如说有10套大作业的题目，它会根据你的学号的最后1位数或者是你的姓名的首字母这样来给你分配的。但是这种大作业的形式就是有一个可能争议点，就是最后的得分可能就老师的主观性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像国内的话那种考试形式的话可能就是基本上都是客观题嘛，那你得多少分可能就是很容易就算出来的，很公平吧。但是这大作业的话，它可能因为并且每个学生的作业的内容它可能还有稍微不同，所以很考验老师的水平吧。我不太清楚，大家觉得哪一种形式更好呢？我是感觉更偏向于这种 project 的形式，因为一是它给的你时间足够长，比如说，它给你1个月，这样的话，即便你有哪天可能发烧或者不舒服，你不想做，你也可以改天来完成。但是如果是国内那种考试的话，可能就那一天你就必须得做题，如果你真的那一天生病了，可能就会很影响自己的发挥吧。而且这种尤其像我现在学的这种软件开发这种很偏工程类的专业的话，我觉得通过做这种 project 做这种大作业，可能更能学到一些新的知识，可能就能把你所学的东西能实际运用起来。而直接做一套题的话，可能就相当于可能和实际可能就有点脱离，就是整天可能就背一些条框框的吧，可能还就没有实际动手来的那种给你的印象更深刻吧。所以我就更偏向于这种 project 的形式。然后再来说一下这种学术诚信的差异吧。就是我们刚刚说的project 的那种形式的话，它提交的时候基本上都需要你还要提交除了你的代码，还需要你提交一个 report 报告，这种就是来讲你的思路怎么样来设计的等等之类的。那在这个提交上去之后，这种 report 会自动被就是查重，然后会给你一个就是相似度的分数。然后如果你的相似度很高的话，老师可能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就是作弊了，然后他可能会把你叫过去，然后就是相当于现场面试你一下，或者让你现场做几道题，然后来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作弊了。如果作弊的话，那你这门课你就相当于得重修了，因为你就相当于没通过。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它还会，尤其是现在大模型 AI 这种很流行，所以它学校特地就出了一些就是关于 AI 在这种 report 的过程中的合理的规范的使用吧。如果你真的使用了的话，那你在就是提交你报告的时候，你必须得声明你 AI 是怎么使用的，比如说你的 prompt 提示词是什么样的等等之类的吧，很多细则。另外的话，老师可能也不推荐我们使用那个 Grammarly， 就是对英语非母语者的话，他可能我们经常写的报告可能里面有语法错误嘛，那老师也不建议使用 Grammarly， 因为如果一旦使用 Grammarly 的话，就相当于那个报告的内容也不是你自己的，而是 Grammarly 的内容，所以就是也是为了更诚信，就相当于你提交上去的基本上都是就是你需要你自己的真实的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自己的内容，而不是借助其他工具。因为老师也对于这一点，老师也说了，因为我们就是相当于通过了学校的最低的英文就是要求嘛，所以说如果你通过的话，就是你写的基本上即便有语法错误，老师说他们基本也肯定是能看懂的，所以不要太在意这种语法的错误。除此之外的话，他还就比如说，只要你的报告上出现了不是自己的东西的话，那你一定要引用或者声明一下。
然后具体引用声明的格式的话也是很严格的要求。主流的现在就是我们学校主流的话就是推荐2种，一种是 Harvard Style， 一种就是 IEEE Style。当然优先的话推荐的是用 Harvard Style 这种的引用格式、引用声明格式。所以就是等等这一系列的话，就是对你的，比如说你写的project 里面的内容，尤其是 report 的格式是很严格的，它需要确保你只要是引用了别人的，那么你一定要就是给声明出来，而不能就是抹掉别人的成果，直接就剽窃成自己的这种了。这些的话就都是在平常的就是提交的这种 project 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来。而在国内的话，可能我应该是只有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的话，可能才会有查重，然后那时候才知道该怎么样写，就是引用格式是具体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说一个就是关于授课形式的不同点吧。授课形式的话，这面主要分为2类，一类叫 lecture， 一类叫 lab。像我们的话是平常每周有4天是全天的课，上午是全天的课，然后其中有1天的话就是一个这种 lab 的课。那 lecture 的课的话，就是和国内一样，就是老师在上面讲，然后你主要听就行了。这种 lab 的话，就是老师可能会给你，就是根据当前的进度所学的内容，然后会给你就是出一些就是相当于小作业一样，然后大家在课堂上就一起来动手实践完成这种。而在国内的话，好像我是就是这种实验的课程应该占比是很少的。我印象中，比如说像学 C 语言这种的话，当时的话应该是没有1天，好像我印象中是没有专门就是这种 lab 的课程就安排的。说完这个，我再说一下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吧。我经常隔个2周可能就会收到一种关于神经多样性的同学的活动。我其实一开始是不知道神经多样性是个什么意思，所以闹出了一个笑话。我一开始以为神经多样性英文叫 neurodiverse， 我以为是那种就是思维扩展训练的活动，所以我当时就直接就报名了。然后在活动前1天我就收到了邮件，然后问我是不是真的是这个 neurodiverse， 如果是的话是需要提交一些就是医院的证明的。然后我就奇怪了，我就感觉有点不对。然后我查了一下才发现，这种 neurodiverse 神经多样性指的是就是那种自闭症呀、多动症啊之类的同学，就是这种症状吧。所以我当时就取消了那个活动。现在想想也是很尴尬的。所以就是现在还是一直到现在也是经常就能收到这种 neurodiverse 活动的。所以我觉得，爱尔兰我们这个 college 学校应该是对这一类人群应该是有更多的这种指导性的吧，更多的可能关怀吧。我再说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差异点，就是学生会的选举。这儿的话，学生会选举搞得阵势很大，而且就是邮件发了很多封，然后前期就是让大家积极踊跃报名。后面的话可能就是开始评选候选人了吧，就是在学校的大厅里面可能有10几张桌子，然后就是每张桌子上有很多人就在热烈的讨论吧，当时氛围很浓烈。我当时还上传了一个短视频，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就是这种整个这种讨论可能有进行了好几轮吧，完了之后就候选人应该是评选出来，然后就开始了这种拉票环节。拉票环节的话，就是经常就是这些候选人就特别积极。我们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这些候选人就会进来打断一下，就说他是谁谁谁，就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拉票，然后留下一个他们的海报2维码，然后让扫描，然后投票呢。在这其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是在一个候选人，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学校的 bake house， 就是面包房里面，就挨个同学的推销自己，让别人给他投票。特别像那种销售人员，感觉也不怕被拒绝，就是特别有毅力，就真的是就是一个一个的挨着那种来，就相当于地推那种销售人员，一个一个给发，就是聊天这种拉票。所以给我感觉印象很深刻，感觉这儿的学生会的这些候选人就是为了当选吧，就是很拼，感觉就是很积极的在推销自己。再说一个就是关于这种职业就找工作培训吧，应该算。像
他这边的话就是刚开学不久就开始了这种叫 career plan 这种课程吧。他首先就会教你怎么样写简历，怎么样就是准备面试，怎么样比如说在 LinkedIn 上社交之类的。它其实是主要有4个这种类似的 workshop， 就是你只有参加完4个 workshop 之后，你才可以后续参加他们的叫 CV Clinic。CV Clinic 就是帮你来优化简历的。那比如你可以就是现场1v1，然后人家就专业的人是给你10分钟的指导，来指出，比如说你想应聘什么岗位，然后针对这岗位你的简历有哪些问题，或者一些通用性的一些简历上的问题的，给你的一些反馈吧。我现在的话，目前其实只参加完3个 workshop，目前感觉收获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像上次的面试准备的时候，就比如说他有什么问题，就是比如说面试完之后什么样类型的问题，你不能问，或者你能不能问，然后老师就问这样问题，然后我就问了个，我说面试完之后能不能问，就是面试官这种本次面试的结果反馈，比如说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好呀之类的，然后那个老师就是想了想，就说这种问题也不好说，但是他更倾向于不要问面试官，因为他说他作为面试官的话已经面试完之后，候选之后已经感觉很累了，而且还需要让他再来思考刚才的这种面试的过程，可能他的整个面试的过程，面试的总结反馈可能是给他的上司或者其他 HR 来反馈的，而不是面向于我的，所以他就建议我不要问这种面试反馈。所以我感觉就是他的这种 workshop 就很多有实操性，我感觉就是收获挺大的。整个的话应该差一点就这些了吧。我目前的话是第1学期过了一大半了，可能就是发现的时候差一点，可能还不够深刻吧。如果以后我有了更多深入的这种发现的话，我再来分享。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形式？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你感兴趣的点我上面没有提到的话，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到时候会积极的回复的。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